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对选举制度进行总体规划设计。选委会规模由原先的1200人扩容到1500人，原来的4大界别增加到5大界别，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单列为第5界别，进一步扩大广泛代表性。在选委会中强化了国家利益的代表，这一调整有利于选举委员会在履行职能时，从国家和香港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出符合国家和香港利益的选择，对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做了优化和调整，反映了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均衡参与原则，也进一步增加了基层利益代表的声音。在职能方面，对选委会的调整可以概括为6个字：保留、恢复、增加。即保留选委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的职能，恢复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立法会议员的职能，增加选委会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职能。基本法附件2修订案规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由每届70人调整至90人，其中选委会选举产生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30人，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20人。邓中华介绍，40:30:20的比例分配是前阵子中央有关部门在前一阶段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建议时，多数意见所支持的。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这一意见。这一说法得到了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建慈的印证。他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他本人就在座談上向中央提出了40:30:20的建議。其實喺嗰2次嘅座談會呢，我都有提出呢個432嘅建議嘅。咁其實與會好多啲專家朋友呢，佢哋都係認同呢個432呢一個咁嘅方案啊。咁亦都呢，我自己了解啦，喺香港亦都有啲團體做咗啲電話嘅訪問嘅。咁整體嘅訪問得出嘅結果呢，係有70% 嘅人呢係支持呢個432嘅方案嚇，咁亦都你睇到432嘅方案呢係將呢嗰個比例代表制咧係擴大嘅，呢樣呢係對呢一個選舉嘅穩定性啦係有一定嘅幫助啦，同埋最主要呢佢係可以呢減低咗國家安全嘅風險咯。在廣泛徵求意見的過程當中，內地和香港很多人士都建議，有關的產生辦法要設置安全法，要能夠有效地阻止反中亂港分子通過選舉制度進入政權機關，搞亂香港，為所欲為，要確保香港的管制權牢牢地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做出这一制度设计的考虑是，选委会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员主要是代表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主要是代表行业界别的利益，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主要是代表地区的利益。由选委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在立法会中占据比功能团体议员和分区直选议员多的议席，能够使立法会更好地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另外，由于行政长官和议员都由选委会产生，因此这样的分配比例也有利于在立法会中形成稳定支持行政长官的多数力量，促进行政和立法的顺畅沟通。扩大和完善了选举委员会的职能，有利于改善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巩固或者说增强行政主导体制。修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1地区组织代表界别分组中没有出现区议会议员，附件2也取消了立法会中的2个区议会席位。对此，邓中华指出，近年来区议会运作已严重偏离了基本法第97条规定的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的职能和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的性质，区议会甚至成为一些人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的重要平台，
要促使区议会回归基本法对它的定位，就必须取消其在选委会和立法会中的席位，削弱它的政治功能。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任何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下，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确保选举出来的管制者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治港也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为了把爱国者治港原则法律化、制度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除了审查有关候选人的一般性资格要求，包括年龄、国籍、居留权、有无犯罪记录等之外，还将审查他们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值得指出的是，资格审查和确认的规定也适用于选委会全部委员。香港本地立法时也必须考虑爱国者治港原则，这样才符合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设计的初衷。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绝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就是要将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就是要将反中乱港分子排除香港特区的管制架构，就是要杜绝反中乱港分子继续堂而皇之的坐在立法会的议事大厅里搞反中乱港活动。邓中华介绍，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必要时可就有关人员是否符合拥护效忠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征询香港特区国安委的意见，并按修订后的基本法附件1第8条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就是香港特区国安委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有关人员是否符合拥护效忠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者向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根据香港国安法第1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香港国安法第1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因此对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特区国安委的审查意见书作出的资格确认决定不得提起诉讼。邓中华同时强调，香港将继续保持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当然，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搞清一色和一言堂，绝不是说不能够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提出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任何有意愿参选的人士，只要符合爱国者的标准，获得足够的提名和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资格的确认，都可以参选并依法当选。香港将继续保持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张勇强调，这次修订2个附件并不涉及基本法正文，双普选目标仍然是香港基本法的明文规定，仍然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这些年香港的民主发展裹足不前，纷争不断，双普选目标遥遥无期，完全是反中乱港势力刻意阻挠破坏的结果。我相信在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实现爱国者治港之后，香港民主的道路会越走越顺，双普选目标会更早到来。张勇还介绍，这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决定加修法的方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基于中央对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决定权，运用宪法权力在国家层面进行的立法活动。这与香港基本法原附件1和附件2规定的修改程序，也就是5部曲程序，在宪制基础和法律依据上是不同的。修订后，在新办法基本法原附件所规定的5部曲程序不再适用。今后如果
果需要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当遵循新修订的附件1和附件2所规定的法定程序，不采用5部曲程序，也不存在所谓的双轨并行。张勇指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香港特区本地立法，需要着重做好2方面工作：一是加快立法进度，二是准确有效对接，与国家立法一道，形成一整套有利于爱国者治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另外，香港本地立法通过后，应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7条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特区政府在组织选举活动过程中，行政长官应当就有关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加快立法进度。香港特区在本地立法中，应当与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2个附件全面、准确、有效对接，与国家立法一道，形成一整套有利于爱国者治港、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我们在香港政府来讲呢，我们会积极的配合那个相关的修法跟那个立法的工作。我们把这一个完善选举制度的那个做好之后呢，我相信我们宪制制度也恢复了，我们就可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可以呢更加发挥香港的长处。